星汉灿烂，升空浩渺。探索浩瀚宇宙，建设空天强国，中国人的飞天梦迎来了圆梦的新时代。神舟、嫦娥、天宫，这些凝结着先祖想象的名字，今天已成为一个个航天重器，巡弋9天之上。运20、C919、AG600。大飞机3剑客相继展翅蓝天，中华民族1个世纪的不懈追求，终于在世界的东方绽放耀眼的光芒。作为高新技术最为集中、产业溢出效应最强的领域，空天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迈向航空航天强国，中国已发动引擎，全速前进。2017年5月5日，一个被中国航空史铭记的日子。C919首飞成功，萦绕中华民族100年的大飞机梦取得历史性突破。13公里外，浦东制造基地，中国大飞机的梦工厂，第2架 C919正迎来关键的生产节点。总装车间正在调试飞机线缆，线缆就像人体的血管，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连接的器官发生故障。驾驶舱内连接显示器的线缆，126个孔对应126根线，每一根线都要准确无误地接通。这样的线缆，一架大飞机总共有近3万根。这些管线、插接件都是航空标准件。一个国家能够生产的标准件越多，整体工业实力就越强。C919身上标准件有100多万个，大飞机研制带动的是中国工业体系整体实力的升级。开轮，模拟驾驶舱中，周桂荣正和同伴模拟起飞时的状态。航电系统，飞机的神经系统，看似简单的拉杆动作，其背后每秒要传输上千万个信号，需要1000多个设备配合工作。此前，全球只有波音、空客拥有大飞机航电系统的集成能力，相关技术严密封锁。在 C919身上，中国人研发出了自己的大飞机航电系统。我们这个本身研制成功的突破，不仅仅是研制一个产品，而是把我们整个研发的体系、我们的能力给建立起来了。尖端技术如同粮食，端自己的饭碗才会香甜。过去10年，科研人员在 C919上完成了102项关键技术突破，200多家企业、36所高校、数十万技术员参与其中，一条完整的中国民用客机制造产业链正在形成。2017年12月17日，这里再次成为亿万国人关注的焦点。第2架 C919腾空，拉开了 C919全面试验试飞的新征程。浦东机场40公里外，
中国大型客机发动机制造基地。给大飞机装上中国芯，是3代航空人的梦想。这个梦想正在新一代中国工程师手中缔造。发动机零部件陆续抵达，这是一场全国大协作。来自全国9个主要制造基地的200多家供应商，参与了这型民用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发动机验证机的装配工作正在进行。这型发动机是为 C919量身定制。飞机发动机被誉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摘下它极为艰难。国际上，一款新型航空发动机研发周期少则10几年，多则30几年，比飞机整机的研发周期还要长。高投入、高风险，世界上仅有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能够自主研制。不光有性能的要求，还有安全和运营的要求，也就是适航和市场的要求。因此，干这件事指标是非常高的。发动机高压压气机转子是发动机内部叶片最集中的核心部件。压气机转子需要每分钟旋转16000余转，600余片工作叶片积极增压、积极升温。要满足高速、高温、高压、高载、高可靠性的苛刻要求，需要集成理论力学、空气动力学、材料学、特种工艺等诸多学科。高压压气机转子与涡轮转子即将对接，整个对接中间不允许留有一丝缝隙，任何余量都会给发动机带来震动，导致灾难。利用零下40度的干冰，让涡轮转子底部直径收缩0.1毫米，完成对接装配。就这个位置，看似简单，然而就是这区0.1毫米，能够确保涡轮转子顺利嵌入高压压气机转子，而且严丝合缝。经验摸索只能靠自己。发动机核心技术研发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去买发动机，还费这么大劲来做这个事儿。它使整个国家的工业的整体水平能够上一个大台阶，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意义所在。中国的目标是打造航空动力的强劲中国芯，在发动机设计、制造、试验及相关材料研制等方面全面布局，形成中国航空动力研制和生产的完整产业链。就像习主席对航发公司成立时候这个批示讲了，我们有能力也有信心造出中国的航空发动机。信心来自航空工业67年积累起来的工业体系。叶片是航空发动机通过燃气产生推力的关键部件。无锡用40年时间建立的高端发动机叶片制造基地已经形成规模，这里聚集着30多家叶片和配套企业。张铁磊研发的项目是让航空发动机高温涡轮叶片能够适应燃烧室1700度的高温，这是制造涡轮发动机的关键。研发制造高温涡轮叶片涉及精密铸造、热胀涂层、气模孔加工等多项复杂技术，涂层是避不开的一个重要环节。热胀涂层呢，是这个喷涂在叶片的表面，然后起到这么一个隔热的作用。这些机械手的弯曲角度、喷涂方式、涂层厚度、喷涂成分、喷涂时间，每一个都是花钱也买不来的工艺参数。
张铁磊需要一个参数一个参数的调整测试。就在张铁磊他们顽强攻关的同时，另一家工厂里，核心制造取得了突破。这个车间里，有着中国自主研发的整体叶盘双轴数控压力喷完机。对准了，对准了，对。这里的工程师平均年龄不到32岁，他们的目标就是让发动机整体叶盘的耐疲劳性能再提高10倍。喷的时候呢，你先调的时候，你总共要试试吧，对吧？旋转准确不准确，对吧？要加工的整体叶盘叶片，最薄的地方只有不到1厘米，喷枪可移动范围非常狭窄，顽力必须能够打击到每一个叶片的曲面深处，但喷枪不能与叶片发生碰撞。喷枪就位，加工开始。直径0.3毫米的玻璃顽力，以每分钟2000万个的速度从喷枪喷出，撞击叶片，在叶片表面形成一层0.1毫米的压应力层，提高使用寿命。整体叶盘表面强化技术是全球公认的航空发动机重大技术难题。严琦带领团队历经上万次计算验证，实现了喷枪的精准运动轨迹控制，在我国这一领域取得了新的突破。核心技术和专有技术，这个是没法来引进的，只能靠我们自己。这个过程怎么来实现？那就是要靠我们艰苦奋斗、脚踏实地的去创新。我觉得这个时间不会太久。10、9、8、7、6、5、4、3、2、1，点火！5年来，长征6号、长征7号、长征5号。新一代运载火箭相继首飞成功，中国平均每年宇航发射任务在30次左右，这是当今世界最密集的发射频次。中国的空间活动正迎来历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从载人登月到升空探测，人类信步太空，需要拥有更大运载能力的超级装备。这里是亚洲最大的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中心。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动机全都在这里诞生。现在，这里平均每2天就有1台发动机下线。为重型运载火箭研制的液氧煤油发动机正在这里研发。一旦有了这种发动机，中国人登上月球、火星将不再是梦想。装配师常腾今天要完成喷注器的组装，这是决定火箭发动机能否稳定燃烧的一个关键组件。发动机工作时，330多根喷嘴会不断喷出煤油和气态氧，雾化后在燃烧室激烈相遇。火箭发动机的稳定燃烧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火箭推力越大，发生燃烧不稳定的可能性就越大。喷注孔直径的大小、阵列的排布方式，这些关键参数，中国工程师已经完全掌握。航天事业的发展，所有走的每一步都是有效的，都是无法回头再去重复的。希望不断的去超越，不断达到新的这个高度。发动机总装完成，工程师正在做最后的保护。这些黄色的隔温材料，中国自主制造，可以耐受点火时3000度的高温。现在工作量基本上接近尾声了，马上就可以翻转装车。仔细再检查一下有没有在遗漏的地方，或者哪些情况还需要补充。这台发动机将摇摆装置设计在了涡轮泵的后端，视觉上更加修长，可以为火箭巧妙地节省空间。这是中国第一台泵后摆火箭发动机，此前全球只有俄罗斯掌握这种技术。泵后摆技术是重型运载火箭的核心技术。重型火箭发射升空时，需要拥有更强大的姿态调整能力，以抵御气流、燃烧等带来的影响，确保火箭按既定轨迹行进。传统发动机是整体摆动，泵后摆技术将摇摆装置后置、局部摇摆，能使发动机体积缩小，节省出来的空间可以为运载火箭并联更多的火箭发动机提供可能，从而实现超大推力。行不行？中国第一台泵后摆发动机即将送往50公里外的新一代火箭发动机试验基地进行试车。秦岭深处隐匿着亚洲最大的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泵后摆发动机将在这里接受检验。一旦测试成功，泵后摆发动机技术将为中国未来重型运载火箭的主发动机研制奠定坚实的基础。把要害的这个刀口啊，相关的位置都必须确认一遍。刘志让正带领团队检查这些蓝色巨型镜架。泵后摆发动机点火试车时，推力将达到120吨以上。只有这4根形似牛腿的巨型镜架，才能将发动机牢牢按住。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这个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已经成功完成了长征6号、长征7号和长征5号运载火箭的核心动力试车。另一组工程师要为火箭发动机装上采集压力、温度、流量的传感器，总共319个传感器，借助它们，发动机运转的每一个动作细节，工程师都能完全掌握。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相当于一个小型火箭发射场，试车的每一步都完全模拟真正的点火过程，必须确保绝对安全，万无一失。点火前，必须先做一次摆动试验。工程师通过传感器测量出泵后摆的振动频率，以便在点火时避开发动机与试车台的共振频率。先这么动一下，然后这个似乎这么动一下，然后再摆个圆儿，然后再整个喷管就是这个方向加这个方向，大概相当于总共是5次。这套中国人研发的火箭发动机传感器系统，全世界只有中国、俄罗斯、美国拥有。各岗位注意，第一次综合测试50秒，正常停车，马上开车。101，牵引1，牵引102。此次点火试验将持续50秒。泵后摆发动机面临近2万转高转速、3000摄氏度高温的考验。
在火箭发动机的内部，点火时的瞬间压力会达到120吨，相当于将黄浦江的水打到高海拔的青藏高原。满配杠001，试车时间50秒。目前试车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准备点火试车，报告完毕。5、4、3、2、1，点火。从点火开始到形成最大推力，只需2秒钟。整个试验台架在强烈的震动中稳如泰山。泵后摆所有部件完美运转。中国首台泵后摆大推力火箭发动机研制成功。群山之巅的声声轰鸣，使梦想一次次实现的回响。今天的中国已经有足够的决心和信心，向着更远的太空探索迈出坚实的步伐。再厉害的重型装备，升空前也必须先完成地面运输，这需要另一些动力强劲、动作灵活的特种装备。湖北孝感，中国最大的重型特种运输车研制基地，正在进行一场重要的测试。重型特种运输车是运输装备中的巨无霸。眼前这台450吨重型平板运输车，20米长，6.1米宽，载重平台的面积有1.5个羽毛球场大。今天，它将接受运载能力的极限测试。往这边一点点，往那边一点。运输车开到龙门架下方，这是今天的任务目标。150吨的龙门架，连同300吨重的配重块，总重量450吨，相当于2架波音747客机的重量。重型特种运输车是世界上轮胎最多、最强悍的载重运输设备，也是航空航天大部件运输急需的装备。此前，这个领域一直是德国装备巨头的天下。为了分散路面压力，工程师杨凯这一次配置了64个车轮。驾驭如此多的轮胎，需要最先进的控制系统。对几个轴的转向角度可以看一下。现在转向角是32度。啊，收到了。白雪峰要驾驶运输车进行连续转弯，这是检验重载车辆机械性能的关键。平板车又长又宽，为了缩小转弯半径，每个车轮都可以做正负100度转向。要让64个灵活度很高的轮胎步调完全一致，需要6个车载控制器、16个转向油缸、16个独立转向悬架协同工作。有了这种运输车，中国火箭发射场内的转运可以完全摆脱传统轨道运输的方式，更加便捷和高效。1000公里外，全球最大的柴油发动机生产基地，为中国的特种运输车装上一颗强大的中国心，刘庆义团队立下了军令状。中国制造要走向高端，体现在发动机这个行业呢，乳膜铸铁技术应该说还是非常关键的技术之一。看到这种趋势呢，我们毅然决然的要做起来。眼前700多件红色发动机钢体，是过去3年刘庆义他们制造出的所有试验件，每一个都代表着一次试验结果。这些钢体全部采用如墨铸铁材料。如墨铸铁是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潜力的高端发动机材料，
抗拉强度和耐疲劳强度几乎是传统发动机灰铁材料的2倍。此前，只有瑞典和德国较为成熟地掌握了如墨铸铁制造发动机的技术。这些银色的包芯线里，藏着中国工艺师研发出的核心机密。将它添加进熔炉，普通的铁水就能获得蠕虫状石墨，变成强度更高的如墨铸铁。为了找到包芯线里面这些黑色粉末的配方，刘庆义他们用了整整4年时间。数百种的组合，每一种组合呢都需要无数次的实验验证。2个都设置成1米，咱再测一下。来。即便有了配方，制造的工艺也要分毫不差。包芯线送入炉内的长度和速度要反复测量。超过1400摄氏度的铁水，必须严格控制在50秒之内到达乳化站。30米，这个黑线还是1米，画到像素呢，这个设成25。乳化的铁水全部注入模具，必须在8分钟之内完成。每一个环节，刘庆义都要精确把控。因为铁水里产生的蠕虫状石墨是介于球形石墨和片状石墨之间的一种形态，非常不稳定。要把不稳定的形态稳定地生产出来，难度极大。所有的工艺参数，现在刘庆义他们都已经完全掌握。就像抛硬币，正面呢是回铁，反面呢是球铁，立起来呢就是乳墨铸铁。工业生产呢就要求每一次抛硬币都是立起来的。总装厂房里，每分钟就会有3台柴油发动机下线。未来，新一代如墨铸铁发动机将在这里全面装备中国特种运输车辆。作为发动机行业的龙头企业，我们有责任挑起民族动力的这副担子，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也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制造业的一个梦想。经济强国，必是空天强国。距离地面100公里到3万多公里的空域，卫星频率和卫星轨道资源已经是全球必争的宝贵战略资源。现代通讯、环境监测、资源勘探、军事国防，卫星都承担着重要角色。目前，我国在轨卫星数量超过200颗，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2。构建互联网加卫星的天地一体化网络，是中国的国家级重大科技项目。摆在中国工程师们面前的2大难关，一是提高卫星精度，2是加速布局。辐射校正和几何校正之后，就像素没有那么多，是吧？对。设计师李黎和团队正在布置高景1号全年的在轨拍摄任务。还有别的任务。这颗卫星是目前全球总体量分辨率最高的光学遥感卫星，分辨率高达0.5米，完全由中国自主研制。比较长的任务，咱们可能下一次在成像的时候再有多条再去拼。重叠度。过去1年，高景1号已经完成全球2456万平方公里成像，为全国钢铁行业去产能效果监测、全国第3次农业普查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前，同级别高精度光学遥感卫星，只有美国、法国、韩国能够制造。只有这个亚米级的分辨率、0.5米级的分辨率，这种遥感图像在这个国际遥感图像市场上才具有竞争力。相当于是它的细节呢
能够分辨出汽车前玻璃和后玻璃的形状。在距离地面530公里的太空拍摄高分辨率图像，首先要突破相机镜片的高精度技术。工程师张继友正在调制研磨抛光剂，这是确保镜片精度的一道关键工艺。镜片的材料、研磨的工艺是航天大国严守的秘密。2016年被中国工程师攻克。预计没问题，这样能保证转起来是稳的。武登云团队正在调试的变速控制力矩陀螺，这是另一项确保遥感卫星拍摄清晰度的核心技术。黑色的控制力矩陀螺可以使卫星姿态快速机动和稳定。中国是全球第3个掌握变速控制力矩陀螺应用的国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地面试验设备，就不可能制造出自己的卫星。平行光管试验台的测试靶标上，分布着40根直径10微米、黑白相间的细线。卫星相机如果能清晰分辨出这些细线，就意味着遥感卫星在530公里的太空能分辨出0.5米的物体。我这个成的也是多光谱对全色那个靶标成的像。对。黑白线条界限清晰，测试结果很完美。这台中国自主研发的平行光管试验台，已经为中国10几颗高分辨率遥感卫星提供试验验证。我们必须拥有自主获取高分辨率这个图像的能力，因为国外遥感数据一旦掌握了这种垄断的局面，它如果要限制你的话，我们就没有途径去获取这种高分辨率图像。到2022年，由16颗0.5米分辨率光学卫星、4颗高端光学卫星、4颗微波卫星，以及数颗视频高光谱微小卫星组成的世界上规模最大、性能一流的超级商业遥感卫星系统，将在中国人手中建设完成。用来制造卫星的超级装备，此时也迎来了新的突破。中国第一台自主制造的3维5轴激光机床，即将在这间卫星制造工厂进行总装调试。往这边走了，抬起来的这脚2个啊。好。3维5轴激光机床是加工异形曲面卫星零部件的利器，代表着目前全球数控机床的最高技术水平。过去一直被德国、日本、意大利的少数行业巨头把控。测试开始，激光头围绕一个点做全维度360度旋转。肖俊军紧盯屏幕，看似简单的绕点运动，其背后需要依托数控系统设置的空间算法，每1秒都要进行超过1万次的复杂计算。作为机床装备的大脑，3维5轴激光机床数控系统被视为重要的国际战略物资。肖俊军他们用了整整8年，才实现今天的突破。3维5轴啊，它定位啊就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设备，别的渠道是无法获得，这就需要我们走自己的路。研发的每一步都是难关。从激光头的肩部到肘部再到腕部，内部直径8厘米的狭小空间内，需要容纳50组电路信号、20组高压水汽通道。作业中，任何一组出现泄漏，价值数百万元的激光头都会报废。机头如何密封，曾困扰中国机床行业10多年。现在，这个难题已经在2300公里外得到了解决。
车间里，工程师正在为3维5轴激光头的主轴安装密封圈。将密封圈放入热水软化，再用手捏成心字形，放入孔径。这种独特的安装工艺是中国工程师的发明。它可以将密封圈牢牢嵌在沟槽里，避免密封圈在使用中发生形变。长86厘米的主轴需要放入20个这样的密封圈。我们现在的设计呢是一环套一环。制造一个3维5轴激光头，总共需要100多种不同型号和规格的密封圈。工程师陈家庆正在安装机头最后一道密封圈。这条黑色的密封圈可以保证20公斤的高压气体在内部做工时不发生任何泄漏。在确保不泄漏的前提下，密封圈数量越少，激光头运动时的阻力越小，运动姿态才能越流畅。中国自主设计制造的这个3维5轴激光头，密封圈数量只有国外的2/3，一半以上的密封圈都采用了新材料。要想成为空天强国、制造强国，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高端数控机床。北京卫星制造厂内，第一台国产3维5轴激光机床试生产，准备就绪。达60%的速度。切割开始，激光头上下浮动，始终与零件保持着0.7毫米的距离。类似这样的拐弯，传统加工工序要使用4、5种设备，至少花上3天才能完成。现在只要几分钟就能一次性完成数百甚至上千个孔径和复杂工序的精加工。有了这种超级装备，航空航天零部件的制造周期可以压缩到原来的1/10。中国以前研制一颗新的卫星需要8年的时间，现在我们拥有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设备，我们的研发时间已经压缩到了4年左右，在迈向航空航天强国的路上，这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追赶。中国已经成为继德国、日本、意大利之后，第4个完全自主掌握3维5轴激光加工技术的国家。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在空天领域实现机床国产化率80%，并带动中国制造业整体向高质量、高效率加速跃升。一项项尖端空间技术的重大突破，中国向世界展示着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信心和底气。神舟10号飞船开启中国应用性太空飞行时代。天宫2号让中国拥有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中国首艘货运飞船天舟1号顺利完成推进器在轨补加、快速自主交会对接等多项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只用了25年，就跨越了发达国家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国航天宣告迈进空间站时代。直线。设计师唐自新今天将带领团队完成空间机械臂的实物抓取试验。这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支空间机械臂，它可以像人的手臂一样灵活。好，慢点。地面试验首要难题就是太空微重力环境模拟，让机械臂悬浮，抵消自身重力，
必须依赖这些黑色圆形气足。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太空微重力试验装备。气足会向下喷气，与地面形成一层只有头发丝1/4厚的气膜。机械臂它是坐在一起的，它分一桶都是一个。机械臂的水平运动姿态实时显示在屏幕上。根据实时采集到的数据，唐自新他们能演算出机械臂的抓取能力。机械手缓缓靠近，目标物体牢牢抓住，完成拖拽。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独立掌握大型空间机械臂核心技术的国家之一。这是进入空间站时代必须攻克的重大关键技术。未来，太空长期驻留的另一项关键技术试验，此时也在同步进行。这是全球最长时间的一次太空舱人工生态系统密闭生存试验。伊志豪已经在模拟太空舱封闭生活了180天。植物舱内可见的紫色光源，是为光合作用特别设定的光谱频段。每周3次的小麦收割都经过了精确计算。60平方米的栽培面积，按生长周期分为30批，它们将是伊志豪和3位同伴生存的主食来源。全球太空舱模拟密闭试验，此前最长的时间记录是180天，由俄罗斯创造。这次，中国挑战的目标是365天。我们1周隔1-2天要喝1次芥菜水，可以防止感冒。模拟舱总设计师刘红保持着和舱内的通话。为了这次试验，他们准备了整整13年。目前，全球拥有这种装置的只有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如果人要在地外要实现长期生存的话，从地面补给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管是从费用上，还是从技术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要能够很大程度上循环再生。今天午饭吃的油菜、油麦菜、西红柿，都是在模拟太空舱里种出来的。现在，伊志豪他们能种出的作物已经有将近40种。365天的封闭试验，除了一些做饭用的佐料和植物生长必需的养分可以携带进舱，其余大部分都必须自给自足。刘光辉正在检查尿液处理情况。这套设备负责分解太空舱内所有的液体。尿液经过回收净化，可以用来种菜、种小麦。怎样在地外环境当中实现氧气、水、食物等各种物质的循环利用，构建人工生态系统，这是所有载人航天大国都希望站上的技术制高点。每天，刘光辉要给面包虫喂食2次。面包虫学名叫黄粉虫，是一种国际上公认的安全可食用的虫子，高达60%的蛋白质，可以为宇航员提供优质的动物蛋白。菜那些如果烂了，你就不能给虫吃，给它吃了它会拉肚子的。那个太新鲜的叶子也不能给的太多。这次密闭生存试验，面包虫是很重要的角色。此前，其他国家都是在植物和人之间构建太空生存系统。中国是第一个增加微生物和动物环节的国家，这将是一次颠覆性技术突破。每周，舱内试验人员都要收集至少18种样品，交给刘红，帮助刘红他们找到进一步提高循环利用率的方法。现在，他们已经实现了氧气和水100%循环利用，
80%以上的食物循环利用，试验系统的总闭合度达到了98%，这是目前全球的最好成绩。因为外源少了嘛，那么就要把更多的废物在里边循环再利用，这样使得这系统能够平衡稳定的运转。现在环在1.75位置，不过锁锁合，对接锁解锁，电拖锁定。太空舱生存试验进行的同时，空间站对接机构的碰撞试验也在进行。2个飞行器要在太空对接，对接机构十分复杂，因为要给航天员留出转移通道，上百个传感器、上千个齿轮轴承、数以万计的零件和紧固件只能安装在周边。如何确保2个飞行器对接时不撞坏、不弹开，对接环节还能反复使用？这涉及到几十个学科的研究工作和大量的试验。工程师们还要在大型对接试验台上进行超过500次的对接试验，采集核心数据，并将对接机构的使用寿命从天舟时代的2年延长到空间站时代的15年，满足未来中国空间站在轨运营10年以上的需要。国际航天专家预测，2024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空间站的国家。做载人航天这样的事情，一定是大国才能做的事情，一定是有这个为人类发展、为人类进步、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有这样担当的大国才会去做的事情。以火箭、大飞机、卫星、空间站为突破点，中国航空航天已经成为中国制造迈向中高端的先锋力量。航天60年，放飞中国梦。站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起点，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正凝聚起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开启新的征程。在下集大国重器中，您将看到中国超级工程背后强悍的基建神器。我们将前往沙特红海边，揭开蹦车之王超强臂架的核心机密。我们将穿越青藏高原，探秘高原装载机强大的动力支援。偏僻山区，面对豆腐渣一样的地质状况，中国掘进机将怎么解决这个世界级难题？繁华都市，造楼神器又如何创造出3天建起1层摩天大楼的中国质量和速度？最长的地下管廊，最先进的万吨水泥生产线，中国人独创的穿隧架桥机，一个个超级机器，在极端工况下展示着中国制造的实力与魅力。